Hello，大家好，我是 Aries 月溪。那我们今天呢要做大众占卜，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只需要调整这一个念头，那未来3个月你最想显化的愿望会成真吗？那这次的大众占卜了，我们是跟爱思虚女神去合作一起去做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占卜就是不限时间的，就是只要你刚好滑到点到这一支影片。那你就是对应你未来的3个月。那我们也一样呢，是不限男女的都可以去做这个占卜。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说调整一个念头。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占卜里面呢，就会讲一下到底可能现在是什么样的念头在影响你呢？在里面我也会用到，就是我最近在去募资的一个牌卡，叫做显化疗愈神谕卡这样子。那我们首先呢，就是有3个选项。分别是选项1、选项2，还有选项3。好，那你可以就是现在就是感觉一下你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可能可以深呼吸，你看看哪一个牌面对你最有感觉，或是你觉得就是它的这样子，那你就选择这个牌组，然后就继续接着听下去。那我们这次呢，就是会有3个选项，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哦。那首先呢，我们会探索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对于显化这个事情，你相信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因为我经常就是有些客户，可能他们都有听过什么吸引力法则啊，或者是愿望啊、许愿啊、心愿许愿啊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就是他们有做不一定会相信。OK，更不要说可能你根本就不相信的，然后直接没做过的。那所以我们先来测试看看一下，到底其实你自己对于显化愿望成真这个事情是相信的吗？那我们呢，第一张就会看到我们的主牌是一个女巫。那女巫呢，她的这个原型啊，就是在童话故事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有点恐怖啊，有点就是惧怕的象征。可是呢，我这一套牌卡里面，他就说，其实，在童话故事里面，有时候女巫好坏是看我们怎么去看的。他的比喻就是说，像那个长发公主，她的妈妈被她关起来嘛，她用一个巫婆把她关起来，女巫把她关起来。可是其实她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来，她只是来保护她的女儿，因为她就是封她在那个高塔上面，就是可以让她不要接触到外面的男人啊、外面的危险啊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会觉得，如果你抽到这一张牌选择这一个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对于显化有点像半信半疑吧。OK，不是非常相信，可是你又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好像这个东西做着反正没坏呀，反正许愿呐，许愿说不定会成真，可能好。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啊，我不会太过天真，太过就是这种东西真的可信吗？就是有这么容易，有这么简单吗？我觉得你对于显化这种东西是有点犹豫的。我觉得你没到完全否定，或是完全觉得不接受啊，或者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你在痴人说梦。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的时候，你相信这个东西有神奇的力量，只是这个神奇力量会不会是适合你呢？或是这个神奇力量是不是你能拥有的？我觉得你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一下，到底你对显化这个东西相信的吗？我们会看一组塔罗牌。我觉得跟我们刚刚那种半信半疑的感觉有点像哦。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宝剑王后的正位，OK，这边就是这个是逆位，就是钱币十的逆位跟这个的命运之轮的逆位。那我们看到嘛，3张牌有2张在于逆位，我觉得你偏比较不相信比较大哦。如果在这个组合我们看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你会认为显化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有远见啊，或是很有理想的事情，就是因为宝剑是代表一种想法嘛，然后你是那个女王，你是看着这个东西，可是给我有种你就是像在观看，就是你会去观察，你会想去听一下人家怎么说，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到非常的去用心的，或是你真的有一种有感觉，或是觉得啊好像有点用的感觉，因为你有一种很
这张牌给我感觉的就是它好像有种隔岸观火的感觉，好像我看看你怎么做，我看看你怎么讲咯，可是自己行动吗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什么真的具体的行动，可能你会像一种观察型的比较多，对于显化这个事情。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宝剑这个钱币十的这个部分。那钱币十的话，你会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城门是关起来的，然后呢，他们有点垂头丧气，可是他们我觉得是想开的哦，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用上，或者你也希望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可是你的心门是关起来的。而且也就是因为钱币十就是好像很丰盛、很快乐的意思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看到正位这个图就很明显啦，就是里面就是康庄大道啊，很多人欢迎你，很开心。那你现在在逆位，就是说你想敲开这一道门，可是你会有很多的犹豫，很多的怀疑。你是手上拿着钥匙，可是你钥匙是抓紧紧，不敢打开，也不知道怎么打开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对于显化的态度是有怀疑的，或是不是非常的去相信或是了解，所以你是有种驱赶它挡住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第三张牌是这个命运之轮的逆位。那命运之轮大家都说顾名思义，就是它可能就是在推动你的人生，让你人生往更好嘛。可是你现在去往逆位，我不是说你现在的人生不好，只是在运用显化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你没有被它推得很顺，或是你没有感觉到这个力量是可以让你的命运顺起来，或是运转得很好，能让你好好掌握的。所以你的表情你看很严肃，也很那种犹豫怀疑的感觉。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强的人，因为你看这个是个很好的牌来本来，而且这个狮身人是很壮的，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想法也很强烈的人。可是我会觉得现在的话，你因为没有一些实际的感觉，或是你感觉你的命运好像没有在被推动，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到你可能对显化来说，我觉得可能70%不相信吧。就是如果我看这些牌的话。那好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说你要调整一个念头，去让你更加容易去显化了。我可以说，或是让你的愿望有没有可能成真呢？那我们就是用了一个牌，那这个牌呢是我周张惠募资推出的显化疗愈神谕卡呢，只是因为那个牌卡还在募资嘛，就是还没正式生产，那我就把其中一些就是问题卡拿出来。去抽，然后去找一找看看，你们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我在问题卡里面呢，就是用手写了一些主题嘛。那这个问题来说，这个信念呢，就是我们抽出来就是自我设限。那自我设限在我的神谕卡里面，这个解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我们的人生不知不觉设了一些限制。为什么我要说不知不觉呢？有时候你会想说，我怎么可能会为我的人生设限呢？因为我一定希望我能跑多远就多远，我能做多少就多少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呢？有时候好像你会觉得，我没有读这个学校，我可能不是名校毕业，或是我可能没有这种工作经验，我就不敢去尝试某一些东西，或是我就会阻碍了自己可能性的发生这样子。那你们就是这样的状态下，你就很容易去觉得，我这个可能假设是应聘好了，那可能很多时候大家是写大学学位啊，没有特别要标注要某一些经验啊这样子，可能因为你觉得这个行业好像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好像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经验，那你就可能会却步，不敢去投那个履历，这种就是我们的自我设限。因为你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我投了人家不理我，或是我做了这个事情不一定会有我想象中的效果之类的，你就很容易就会限定了你的一些限制，或是我们说其实你就给了自己的框架，没办法去突破。那所以我的就是说，你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限制性的思维或者信念在你脑海里面。那这个呢，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你会有限制自己显化这个东西可能我做不到，或是可能许愿这个东西我不会成真，所以我就连尝试都不尝试，甚至乎我可能许完愿就算了，我也不会去想什么或者有什么做，因为我压根可能心底里面觉得自己是没办法，或是做不到，或是这些机会不是我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限制性的信念，所以你要改变的就是要改变这个自我设限的念头。
怎么去跳出自己，跳出这个框架这样子。当然了，这个自我设限，其实我之前在零星的直播里面有讨论过一下这个限制性思维。那我也建议，如果你有看到这个，你可以去找那一支影片看一下，看看会不会让你对这个概念更加知道，更加有帮助。当然了，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如果你看到这影片的时候，我的那个牌卡还在募资的，你也可以考虑要不要去买一副，因为里面就会有具体讲一下这个牌卡它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限定式思维可以做些什么啊，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可以做啊，里面的解说书都会有说明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发现就是你的念头是这个限制性思维嘛，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牌配着呢？这2张很搭啊，跟你这个 OK。你现在的感觉呢？你的念头啊，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手被绑住 ，OK，就是先知道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会有种好像绑手绑脚，好像你做这里觉得差一点，做那里又觉得自己差一点，你就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动弹不得，好像我想假设现在不是科技很流行，可能你想去做一些跟 AI 有关的，你又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读过这一个行业啊，又不是电脑的专业啊，早知道之前就选什么专业之类的，或是好像觉得自己我想开一个公司或者做一门生意，我又缺了资金啊，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被绑住，你的念头就会觉得自己所有的想法梦想好像都很难成真，那这个就是你现在的一些念头跟想法。另外那个呢，就是说希望嘛，就是可能你有什么预设啊，或是你的命运啊，这样子跟显化。那这个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其实我觉得你是有希望的，就是你其实对于你的未来或者这些想法还是有希望的。可是有时候呢，你的希望、你的信念不够强大，就是你会有点拉扯之下，你会觉得想着想着，还是你觉得被绑住的几率比较多。就是说你有一些希望，可能很快你就会打仓你自己，或是怀疑你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我能不能做到？或是这个机会属于我的吗？我有这个能耐吗？所以你会有很多时候，就是虽然你有一些希望，可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客观条件不允许啊，或是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啊，这样子就会倒过来又会再限制了自己的做法。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念头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可能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你会设这些限制呢？好，我们呢就抽到2张塔罗牌。塔罗牌1是个星星，然后另外那一张是这个权杖3。首先呢，这2张都是在逆位啦。那我们因为这个就没有说什么好还是坏的。首先我们会看到就是星星的一张牌。那我们现在抽到的它在逆位，如果正位的话呢，它是代表希望或是一种信心的感觉。我们现在呢是在它的逆位的状态。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星星，这个星星它是代表一个生活的镜子，在这一副牌卡里面。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好像自己在一个镜子里面的生活，就是看着东西一直重复的发生，或是看着身边的人好像一面镜子的感觉。那你现在是在逆位了，那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会觉得因为现在在逆位，所以你为什么之前会有种被绑住的念头，就是你可能觉得生活总是对你的那种乐观都会被打压。可能你说我刚刚前面不是抽到一张向日葵说你是有希望的吗？那因为星星的逆位就是希望被倒过来了嘛，就是没希望。那你有时候就觉得我明明满心欢喜想做些什么的，可能就有人来一句你不看一下你自己之前是什么能力啊，或者你不看一下你做过些什么啊，这样子。因为镜子嘛，就好像一直都叫你要回头去看以前的事情啊，或是看你以前犯过什么错啊，或是你有没有去检讨你自己啊。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希望一直都被打压，或是你对自己的信心也好一些想法你都好像就是被很多人去压住的感觉。为什么我觉得有种很多人压住呢？就是你会感觉你看这一张牌，这个人有个星星在这里啦，我会有一种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像站了很多个人去看着他这样子。我会觉得在这个
状态下，就是你会有很多人去逼你，然后可能就是要你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的思绪是有点混乱的，因为这一个水啊，是代表一些感情情绪的感觉，是有一种很混乱、很多颜色、很多的声音的给我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你不是没想法，只是你外面有很多的声音，或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有黑的有白的，就是你会一直在拉扯，好像说，哎，我该这样做，我该那样做，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应该跟哪一个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在那种什么挣扎的感觉，或是那种很左右摇摆，所以你才会导致到，如果你一直都被这样拉扯，自然你的行动啊，你的想法都会被绑住。就会回到这个自我设限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是这个权杖三。权杖三呢，我们看到正位就是个人向着远方啊，好像看着浪长飘过去。那我们现在是逆位哦。逆位的话呢，你现在如果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自我设限的念头呢？这个在这里的话呢，权杖三它是代表一个幸运之手，是一个自我的自信心啊的部分。这个人，你看他就很轻松，像一片叶子，好像要飘过这个千层浪，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我觉得有种好像要远行的感觉。那你现在呢，倒过来，你有没有发现很搞笑？它这个叶子其实是有条线连住的。那倒过来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你是被拉住。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刚刚说嘛，自信啊，或者对自我的自信心嘛，你倒过来的时候，你会有种好像被扯住，所以你可能的，之所以你会自我设限的原因，就是可能过去的一些东西或是一些命运的安排，让你对自己缺乏了自信，或是对自己不信任，所以你因为这些不信任的时候，所以你很自然就会觉得，哎，我就没有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你对自己没自信，自己就会给很多自己告诉自己，为什么你不能做这个啊？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啊？为什么这个不是我的考虑啊？你就有很多的想法去阻碍了你真实该做的行动，就会拉着你，好像让你没办法去走到那个真正你想要去的远方的这个地方。所谓的远方，就是把你的愿望给实现，或是达成你心念的愿望啊，做成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还会再看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自我设限的念头呢？嗯，好，那我们来看到我抽了几张雷诺曼牌啦。首先第一张呢，我觉得跟刚刚那个镜子很像，就是这个桥，因为桥呢，你看到它刚好有个倒影嘛。然后呢，如果是桥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念头，就是因为桥也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隐约看到，其实这里是有颗眼睛的。OK，这个眼睛这个虚影哦，其实我觉得你很注重别人的一些想法，就是你对于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去想你，在别人眼中投射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你非常在意。当你很在意别人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只要那些人不认可你，或是哪些人只是给你一些评价，或是可能甚至不好一点，可能给你一些评击，甚至不可能给你一些的不好的话语啊去抨击你，觉得你讲的这个东西是不对啊，这样子，那你可能就会怀疑啊，好像我不该这么做，好像我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做"没有那么大的头，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可能你就会觉得啊，好像我不应该异想天开，我不应该去做一些梦啊，这样子，因为别人就觉得你不切实际，可能在别人眼里面就觉得你根本就不是这个材料啊，或者你就不适合做这个事情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啊。然后在这个下来，你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别人的眼中，或是在其他人合作方也好了，你可能就会觉得阻碍了你，因为他们的不信任就会投射回来，让你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没有这个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船的锚，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如果船下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固定。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我设限？是因为其实你是一个可能你很渴望稳定，你很担心，如果你做一些出格一点的事情啊，比较特别的事情啊，
会不会影响到你可能一直在这个地方努力的巩固的这稳定的地方，或是什么的情况，所以你会有种担心改变，担心要跳出你原有的框架。所以为了担心这个事情，你当然就会让自己好好蹲在这个地方，不要改变，不要去移动，OK，这样子你就可以有种安稳的感觉。所以你这种比较去希望可能一动不一静呢，就是不要动啊，不要做他那种动作啊，这种的念头很容易就会回到让你自我感觉到受到限制。那然后呢，我们还会再看到就是一个写信，我觉得就是书信的信式的传达了。就是我觉得可能你曾经有写过啦，或是你有看过一些书啊，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些内容跟思想是让你觉得我应该要稳定，我应该要很安稳的去做，不要太冒险啊，我要去做一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或是你家里的教育理念啊，可能就要告诉你你要稳打稳扎，你要脚踏实地啊，不要好高骛远啊，不要去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呀，这些机会不是你的啊。就是在这些传统的教育，因为这个是书信嘛，所以我觉得是比较传统的教育，或是可能你在上学的阶段啊，这些经验都会让你感觉到好像我就是该走这一条路的，我应该人生就定了这样子，所以才会让你会设置了一些限制性信念，去让你没有办法去突破自己，或是愿望成真。那好了，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部分啊，就是你有这些念头啊，这些部分，我们再会看一张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念头。我们看到是这个夏枯草，这个散播涟漪。那我们首先会看到这里有一滴水，然后这滴水好像滴下来，就有一个波动，这样水就有点波动的感觉。那首先呢，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夏枯草的意思是什么呢？好，首先呢，在这个草药里面呢，夏枯草是一种，有毛茸茸的叶子的夏枯草，而且它的特色是关于自我疗愈有关的。它的叶子很小 ，OK 应该这个植物就是夏枯草了，就是它的叶子很少 ，OK。他说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你摧毁这个夏枯草，因为它是个很小的小草嘛，就好像你去这个丢一颗小石头，这个就会拨开，就是有转变这样子，就会放大，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一些很小的影响就会扩大这样子，放大所有的变化。好了，那所以的话就是说，其实呢，它的核心思想是说，提醒你要回到你的中心，因为在中心只要一个很小的变化，好像有个小石头滴下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东西，所以对你的生活会影响很大。这个代表就是你的运作很小，来自于你的中心，OK。所以呢，你很多时候陷入困境的时候，根本上就可能忘记，原来你是有个思想的中心，或者想法的中心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你会有自我设限？有时候你可能做着做着，你为了别人服务，你为了其他东西服务，你就忘记了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所以你会迷失了自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反正我只不想人家觉得我是怎么样，或是怎么的看你啊这样子，所以你就会迷失了自己，没有了中心思想。就是你很想维持一些人设，或是一些别人眼中的看法，导致到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想，我真心到底想要什么呢？我到底要怎么样才会做到我最想要的事情呢？你就忘记了这个中心。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时候，到底你是怎么样可以帮你去做这个调整跟修正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要调整的就是这个念头嘛，对不对？自我设限这个念头。那这个也是在我那个显化疗愈神谕卡里面的一个答案的牌里面抽出来的，因为那个牌卡还在募资啊，就那个画了之后还没配上去，这样子我先写那个讯息出来给大家用一下。那这个是一个叫做解决方案，那个时候我里面有一组这样的牌，那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感恩。然后感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足常乐。因为
为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忘掉了自己。刚刚说嘛，你会自我设限嘛，因为你对自信心有时候会不足，或是可能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这样子。通过感恩呢，我们会慢慢学会欣赏自己，我们会感觉自己拥有的东西比失去的东西多。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会有一种练习，就是要做感恩练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你可能一天早上一样事情是你觉得感恩的，可能我感恩我今天很幸运遇到什么事情啊，我感恩我今天可能工作也很顺利啊，或是我感恩我今天吃到家里的人给我做很好吃的便当啊，或是我感恩我刚好今天又遇到什么事情啊，这样子。那当你发现你在感恩的时候，可能你慢慢会每天在找这个事情的过程，可能你会发现，原来你身边有很多帮助你的事情，或是你其实运气挺好的，或是你会发现，甚至乎你觉得，其实我能力不错我也很感恩，可能我拥有什么，甚至乎最简单，可能我感恩我今天有能力让我自己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或是我感恩我现在的居所是舒适的，或是我会感恩自己其实我还是有不错的能力，现在做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当你拥有这个能量的时候，慢慢你对自我自信会增加，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情，或是有更多的改变或是可能性，就是你会把这个重心回到你自己身上，回到你自己的主体。OK， 你会回到就是我今天在经历什么事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我现在有什么的环境，这些东西是值得我感恩的。当你慢慢去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自然你的自我设限会慢慢去解开。因为你在感恩你遇到的人事物或是我感恩每天发生的事情你会慢慢去增加自己的自信，因为可能你会发现，我其实做决定也不是那么差，或是我做的事情，我的想法其实也会对我带来一些好的东西。那你慢慢就会解开那个你对自我的怀疑对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想法，自然你就会慢慢的变得更加高频，也会比较容易解开刚刚那个自我界限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调整跟修正呢？那爱思女神就给你一些指引。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很好，就是刚刚说，其实你是有非常多的才华、才能是可以用的，只是以前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不算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吗？我之前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他都会告诉我，老师，我觉得这些没什么用不是很多人都会吗？我说不是这些才能我肯定，我就我手上教其他那几个学生都不会就是他总是会把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很普通不是大家都会吗？去埋没了他自己才华，或者他不觉得这些能用来赚钱。那所以我就说，其实原来，但是就说，其实你有很多的才华。他说你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且他说，如果你想完成成功，我们一定不单只有行动，还要有梦想。因为其实我觉得光看这3张牌，我肯定就是你有一定的才华跟能力，只是你不认可那些是才华跟能力，或是那些东西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而且我会觉得就是你是比较害怕去做梦的，因为你很担心梦想会破灭，可能根据你的过去经验过去的一些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算了，不要想那么多，我们脚踏实地好好做吧。不要想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一开始，就是说，你其实对这个显化是半信半疑的，所以你要去想想，就是，原来你是可能有一些才华、有些能力的，那你怎么样透过感恩去把这些东西抓回来了？去想清楚我有什么能力了，就可以协助你去调整跟修正。但是女神还有那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去调整跟修正呢？很好OK， 第一个他建议你去服务别人，用你的能力多去贡献一下其他人，帮其他人。透过帮人的时候，你会可能收获一些鼓励收获一些赞赏这样子可以提高你对自我的自信心，或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更加了解自己的能力。然后第二个就很简单的，叫你许愿，因为你本来就怕许愿嘛，或者担心不成真嘛。好好的去想，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的人生目标为了些什么呢？不要害怕会不会成真，不要怕被人家嘲笑，或者觉得你不切实际。只要你敢想，才有可能成功。
如果你永远都不去想，东西一定不会出现。OK，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想清楚你想要什么东西，而且相信这个东西会成真。所以再要好好想，因为有时候我们许愿就是觉得，哎，不一定会成真，随便许。结果我刚刚就试过许愿，结果成真，结果又不是他喜欢的，又发现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说，那你为什么开始不认真许呢？他就跟我说，我没想过这么快就成真啊。那所以我才说，哦，原来当你学会心理法则，其实任何时候你的东西只要愿意去许，就有机会会突然成真。那所以还是要先想清楚，好好的去许愿，或是就学怎么样去仔细的去写自己的愿望。好了，然后我们会再看看，就是说，怎么样的去调整跟修正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就是你的愿望其实是跟什么样的东西有关的。OK，我也很好奇，其实你是想做一些什么的愿望呢？首先，因为我们是大众占卜呢，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其他就是不同的，就是选这一组的人的一些愿望，你可以综合看看这几组牌有没有就是说到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好了，如果我看这几张牌的话呢，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巨蟹座，OK，巨蟹座的话呢，那你的愿望跟另外是月亮，所以呢，这两个是比较有点类似的，就是因为巨蟹就是安全感跟情绪，那我会觉得你的愿望会跟家有关哦，是巨蟹座的话，因为巨蟹座代表家庭啊，可能一个家呢，可能你想买一个房子。或是可能你想去好好的去建立一个属于你的家庭，或是你的愿望是跟你的家人有关的，你希望可能带家人去旅游啊，或是可能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啊，让他们更舒服啊之类的，就是你的真正最伟大的梦想，应该是可能会跟家庭啊，跟这个情绪安全有关吧。我另外会觉得，因为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是月亮。就是因为月亮管的就是一种刚刚说嘛，家安全感之类，其实也是跟月亮有关啊。应该月亮最特别就是那个情绪，因为它是跟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情绪的波动。那可能你最大的愿望可能是跟怎么样可以让你很开心，可以情绪很稳定、很正面、很积极的这样子。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乐观面对啊，或是我会觉得我的财务是安全的，我的生活的收入啊，我的能力啊，是让我感觉到安全舒服的，不会有焦虑的这种的愿望。第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北焦点啊。北焦点的话呢，就是你的愿望可能就是真的会跟一些你这辈子的人生使命有关。因为我们北焦点就是想说我们的未来，我们南北焦点是一对的。南焦点是代表你前世所带来的一些的能力你这辈子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对于你自己的愿望是很伟大的，可能你希望完成人生使命，或是我希望可以这辈子是完满的离开这个地球，不用再回来投胎的。就是你会有一些很远大的目标，是可能就是跟你的可能看你星盘你的北焦点在哪里了，可能就会跟那个地方有关的愿望。假设你北焦点可能是在狮子座，可能你就想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或是可能你希望可能让很多人知道你啊，或是就是很有影响力啊这样子，这个时候会看一下你的北焦点在哪里。只是你是想完成一些你这辈子该完成的使命啊跟任务。那我们会接下来再看看，到底你的愿望是跟什么是有关的呢？你的愿望有可能是跟社区，就是一群人有关呢、可能是假设你有公司，就是跟你公司的人有关，你可能希望带领这个公司往上走，或是就是跟一大堆人有关的，可能你是个什么社团啊，你是个什么单位啊、机关啊这样子，你希望可能是更和谐啊，或是可以带领这个公司往上走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跟你的愿望相关的。另外呢，这个就是成熟的女性。那这个呢，我会觉得应该不一定是，我觉得不是爱情的感觉。这个你的念头可能是跟一个成熟的女性有关，可能你是想变得自己有社会地位，或是可能变得比较成熟稳重，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加有信心、更有自信、更有魅力这样子的愿望。这样好了，我们看完你的愿望，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这些愿望显化成功呢？首先我们的题目嘛，是你最想的显化的愿望会成真吗？
艾斯人是说，如果你可以开始去着手去改变，是有可能会成真的，所以他才会问他才会在后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显化成功，那你就可以仔细听哦。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就是说魔法的祝福，那他就说，当你呢开始的去相信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就有很多的魔法小精灵去帮助你的，他会一直在祝福你，给你可能。我觉得呢，一开始你抽到这个巫师，巫师其实就是一个显化的高手，所以我会觉得你最大的首先要让自己相信，而是诚心诚意的相信。因为这张牌就是说，如果你相信，其实有很多魔法的力量去给你祝福，所以你是应该有神庇佑的感觉的一个人。所以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不相信，他们想帮你也帮不到你。所以你要好好的去相信，去相信自己有能力显化，还有就是相信这个世界有这些能量去推动你的成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的诱惑。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的习惯呢？这些可能是让你感觉到有些愧疚感啊这样子，所以你要去突破这些诱惑，就好像有毒蛇在诱惑你，给一些诱惑给你。例如什么呢？这一种好像，有时候你很难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啊，因为总是熬夜啊，晚上又不想睡啊，明明知道可能晚睡是不好的啊，可是这个习惯还是维持啊，因为你觉得晚上滑手机很开心啊，然后第二天又起不了床啊这样子，所以这些小小的这些诱惑啊，这些可能你知道是在阻碍你的成功的东西，你要去戒掉。或者你总是就是有一些觉得，哎，我就这一次乱花一点钱没关系啊，反正也做不了什么啊。就是你可能有一些这种小小很容易去自我放纵，或者自我去被诱惑的这些东西要改，才会帮助你显化成功。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爱是女人的指引还有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 awareness，OK，awareness 这个就是你要有警觉，警觉性是什么呢？可能你要警觉到的就是说，我好像在想一些不对的东西，或是我好像在想一些是我自我怀疑啊，可能在设一些框架给我自己啊，所以你要去觉察到底你的思维有没有问题，你觉察你的行动到底跟你的思想是不是配合的。就是我明明想更多的钱的机会，可是别人帮助我，我又拒绝。就是你要有更多的自我觉察。好像这一幅图里面有很多小鱼想跟你打招呼，或是有很多人可能很多能量想来帮助你，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帮助你的能量呢？那你就要加强自己的觉察力，才会帮助到你的显化成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 gentleness 就是可能你要比较慷慨。你要去对于自己，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要捐钱什么，而是你要对自己比较慷慨。有时候可能你会对自己过度严格，过度的去压迫自己啊，或是你觉得这样不对啊，我这样做的话只是把事情搞砸啊。你要对自己多一些信任，或是对自己多一点耐心，说没关系，第一次做不好，我们下次再来吧。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多给这些一些鼓励，不要对自己太苛刻。OK，当你越来越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啊，这样子，其实你就会越来越好。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去让自己显化成功呢？好，然后呢，就是阿仙人建议，就是你可以看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跟独角兽连接过，没有的话，你可以尝试幻想一下独角兽，感觉你自己专属的独角兽。主要是独角兽是一个很纯净的能量，很干净、很有爱的能量，所以你要多给自己一些爱，多让自己感觉到你是被爱的。OK，当你愿意感觉到自己被爱的话，你自然就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更有力量，对自己慷慨一点。OK，然后呢，就是说独角兽能量之门这个，就是说你要去集中你的能力，去好好的去听一些你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可能是你的自觉、你的感应能力。不过这个可能你要做些冥想，去让自己安静，你就会感受到，好像这件事情我是该做的，这个东西这条路我走的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你会被绑住，是因为你总是对自己的选择有怀疑，对自己做的决定会焦虑，可能做了之后马上就后悔，马上就担心。
那你可能要先清理自己一下一些自己的担忧啊、能量，然后就去靠直觉觉得我该做吗？还是我很想做就做？其实就不要考虑太多，因为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自己的这些怀疑的能量所干扰，这样才有可能让你真的能走到去成功的那一个地方。最后的建议呢，关于显化成功。哦，OK，很好，这句你将如愿以偿，就是你要有信心哦。那只能说，只要你有信心，其实都会，你的梦想会成真。最后呢，这个创业就是信任，而且去执行。特别是如果你是可能刚好你的想法是跟一些新的一些合作方啊，或是一些关于有工作有关的这些东西，只要你想做，就去执行吧，不要想太多，不要过度焦虑。不要再为自我设限 ，OK，多去感恩。我相信呢，你的愿望一定很快去显化。那如果你如果你就是今天听完这个呢，可能你有些想法，最后如果你真的有显化成功的话呢，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果然有听到是人的祝福，或是有真的好好的跟着去做。那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祝你就是可以显化愿望成真。谢谢你，拜拜。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来到第二组的选项。那我们还是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只需要调整这一个念头，未来3个月呢，你最想显化的愿望会成真吗？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选项是第二个选项 ，OK。那我们首先看到我们第一张主牌呢，就是这个仿真，就是用来编辑啊、仿辑的那个真的意思。那这一个呢，我们先会看的主牌就是说，到底你对于显化这个概念，你相不相信？那如果看到这个主牌了，我会觉得呢，你应该抱有挺怀疑的态度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童话故事里面呢，它有可能是工具，可能帮助你做一些事情的工具嘛，就是以前的人用纺织就有这个针去帮他去弄那些线啊这样子。可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在睡公主里面，她就是被扎了这个针，所以她就沉睡了嘛。所以呢，其实仿真有可能是工具，也有可能是武器。那所以你会就是到底你会不会用呢？它会伤害你呢，还是它会成为你的工具呢？你现在的话，我会觉得你是有点怀疑的，你不太知道到底这个会是我会用的吗？这个是我能用的吗？我知道怎么操作吗？我知道怎么去使用吗？所以我觉得你对于显化，我觉得可能60%不相信吧，我会感觉。就是你不太熟悉这个工具，或者你不太熟悉这个东西，所以你是对于他来说，到底它是适合你用的还是怎么样的？你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安世选抽塔罗牌，看看你到底是信呢还是不信呢？如果看这个牌呢，我会先说，其实呢，你对他，这时候你相信吸引力法则的原因呢，我觉得你是一个挺虔诚的人。假设你有什么信仰或是你信什么神明啊，这样子我会觉得那种，相信的话，就是其实你是相信这种不传，就是你看不见的力量，你是信的。因为我们第一张看到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很特别，是他手上拿着一个十字架，他是在正位。那这一张的正位，然后这样子，我就觉得你对于这种神明的话或者这些神秘的力量，你是信任的，而是你觉得，你相信有神的存在吧，或者你相信这些宇宙的力量在存在，而且你是挺虔诚，你看他很认真的手挖着这个十字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为什么你会信，是因为你相信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可是那为什么我说你可能有60-70%是不信的？因为我们看到嘛，3张塔罗牌。我们有2张在这逆位哦，OK，那你首先呢，我会觉得，你的感官上觉得信，OK，或者你理智上可能信，OK，或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皇帝，这是非常重要的能量。可是呢，你呢，因为其实你内心就好像这个圣杯，这个侍者，侍者是我们说，这个宫廷牌里面最年轻的能量。
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还是有点像新手，就是比较对于这种灵性的观念啊这些东西，你觉得你是一个新入门的人，所以你发生很多事情呢，你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好像这个人拿着这个杯，他在闻一下，哎，里面是装什么的？能喝的吗？可以喝的吗？就是其实你心里面会有些怀疑呀、而且就会想说，哎，到底我这样做对吗？或是这个是真的是正确的路吗？或是我会不会想错了？我会有什么方法做错了？所以你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在里面的。而且这个是跟你的会影响到就是你的情绪，或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会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会焦虑，到底我做的对吗？或是我有想的对吗？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权杖六的逆位，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有做过不少的测试，或是有做过一些东西，因为权杖我觉得就是一种行动力嘛。可是你现在是逆位，你看这个人，如果正位就是我很开心，胜利，海船而归，对不对？你现在的感觉给我就是说有点落魄，有点潦倒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试了那么多，为什么感觉好像不太对劲，或是没有什么效果呢？就是有种我好像很努力了，却做出来的效果有点强差人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觉得你大概信显化这个东西可能60-70%不信哦，就是可能你都有某程度上有30-40%是相信耶。或是你可能相信我觉得这个世界有这些力量，可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好好的去运用，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去用这样子。好了，我们知道你对显化的信任度了，那我们就看一下你就要调整一个什么样的念头，才会让你有可能会变得显化成功呢？这个卡呢是在我在募资的一套显化疗愈神谕卡里面的其中问题卡里面抽的其中一张。因为那张卡呢还在募资制作的当中，所以我就把有关的内容写成一个小卡片抽出来给大家去先用用看，这样子。好，那你要改变的概念就是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就是过去的创伤与阴影问题就是有些没有愈合的伤口。那我会觉得呢，就是说你为什么你的念头为什么会有需要调整，就是可能你有很多一些过去的一些的经验。可能你想相信，结果不灵，或是你本来满心希望，就是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去做，我许了什么愿，我跟着所有步骤去做，结果没成功，或是你小时候可能就会很容易就是就是那种不好的念头就成真觉得总是不幸运或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是让你对于这些的灵性的事情的信任度，或者你就显化这个事情的信任度是有阴影的。所以你会导致到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到你不相信，或是不敢相信。那你可以去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一些过去的经历，或是什么样导致到让你这么的不信任，或是为什么有70%这么怀疑的、这么担心的状态呢？就是因为这些而导致到你会有这些念头。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哦，就是你需要调整的念头，到底这个创伤跟阴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第一个矛盾 ，OK，你可能就是你的创伤跟阴影是跟一些矛盾有关的，就是可能你身边有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这样子对你的想法或是对你的认知是有冲突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相信灵性或是不太接触这些觉得这些都是用来骗人的或是觉得哪有这么多可能性谁都愿望成真这么容易怎么会有你就可能有很多的时候会跟一些可能你家里的人或者其他你认识的人，如果他们不信任，其实就会跟你起冲突。他们这样子就是让你变得更好像就会觉得好像你信这些很奇怪，你就会有种自我矛盾跟冲突的状况发生。另外呢，就是说有人可能甚至乎会觉得这种是一种苦涩的味道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甚至不会觉得你这样是骂你或者讲一些很难听的话说你你为什么会做这种梦为什么信这些有的没的，信这些都不可靠的你信这些来干嘛这样子。可能有人甚至乎就是对于你的那些的做法或是想法，觉得你很奇怪，或是做什么魔法做什么冥想这些有什么用这些。你就可能有曾经这些经历，导致到你为什么就是要调整这些念头，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会潜藏了，影响了到底你信不信，或是你这些的问题，就是
才会导致有这个东西呢？那你就是这个念头呢，它有什么的具体的讲呢？哦，很有趣哦，我们抽到2张塔罗牌，就是你需要调整的念头呢，果然就是跟这个灵性是有关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因为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 High Priestess 就是女祭司，女祭司可是她在逆位。那如果在我这一副牌的话呢，女祭司的逆位它是代表什么呢？首先，女祭司的逆位就是说，就是那种凝视力，OK，就是要回到你的内心去观看你自己、你的人生啊，你的怎么样啊，就是你的内心的轨迹，就是像这个人他的心、他的核心、他的思想，现在是逆位，OK，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你需要调整的就是，哎，你到底有没有在看你的内心、你的念头？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创伤与阴影呢？你有去直面这些问题吗？这些潜藏在你心里面，可能你的那段小朋友没有受损呢？你会不会曾经被骂过啊，或者曾经的一些伤害呀、影响着你，让你导致到你的灵性没办法开启？你会看一下这一个有点像我们有点像石榴啦，可是我会觉得它很像我们的第三眼的那个性，就是那个小器官的那个啦。OK，我们的第三眼。你就好像想睁开又没办法睁开，因为我们现在在逆位，就是因为你可能内心有很多的想法创伤，不断的去过去的东西在影响你，在压着你，所以导致到你好像有很多的想法啊，或是内心就算你想相信也没办法相信得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创伤跟阴影呢？然后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是权杖2的逆位。那如果是权杖2的逆位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权杖2的逆位就是代表冒险家的精神。那好，我们看到这一张牌哦，如果正位的话，你看两个人，他就好像觉得很奇怪，他的表情看到他非常奇怪，而且觉得咦，好像你跟我长得很不一样，很特别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是现在是逆位，你很担心别人看见你的不一样，或是你很担心别人觉得你跟他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我喜欢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些东西，或是你是个直觉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对这些能量很有感应的人，你身边的人没有，他们可能会觉得，哎，你想太多啦，哪有，不要那么敏感啊，这样子，就是因为可能过去你就是因为这些不同，你个人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或是你一些的念头跟想法，你跟别人不同。所以呢，别人都觉得在质疑你，在怀疑你，你好奇怪耶，你很特别，你跟我都不一样的，你就会去，你就可能会自我，好像这个人看着自己，我是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是不正常吗？我是有奇怪的部分吗？所以呢，你可能就会开始在怀疑，到底是我的问题吗？就是这些人的言语啊，这些人的思想啊，就会导致到你有这个创伤跟阴影，导致到你可能你觉得应该信，可是你也不敢信，因为你怕自己是异类，怕自己好像喜欢的东西很古怪。OK，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念头？就是有这些想法，有这些创伤跟阴影所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有抽到一组塔罗牌。这个原因，首先呢，我们第一站看到这个狐狸啦，狐狸就是那种很狡猾，就是很那种有种很聪明啊，很尖角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会有种感觉，就是可能你身边有些人可能是比较狡猾的，就是可能他们会想很多方法啊，或是去陷害你啊，或是让你去受伤啊，或是让你就是掉进一些坑里面啊，可能就是这样子做成了一些阴影跟创伤，影响了你现在的想法。可能他们会一直去压你，去让你告诉你你不可能啊，你做不到啊，或是你信这些没有用啊，这样子，他就去让你觉得不可实施，就是你不能相信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的创伤阴影呢，我们抽到这个是棺木。我觉得棺木给我感觉就是你以前可能经历过一些让你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甚至我都想去死了，都想自杀了。就是可能你觉得啊，我好像真的在人家眼中看起来很不一样，或是我好像就是比较蠢啊。例如，可能人家觉得你怎么样啊，你都把你压到，你都觉得我很痛苦，
我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伤口，可能或是一些创伤，去影响到你现在对自我的认可啊，或者对一些想法的观念，你有这些想法，或是你想相信，你都不敢提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花束。那想就是花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花束嘛，就是我们一般是在可能去表示一些开心的事情，我们会买花啦。花束也是代表一种结合的意味呢。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其实曾经你也曾经是一个心，就是我觉得你的心曾经是很敞开的。你曾经是一个很绽放的状态，就是你对自己曾经可能都很相信哦，或者我觉得自己这种特别其实没有不好的。可是我觉得就是经过很多的时候，你的花本来是开得很灿烂的，可是你现在的话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好像觉得，诶，我好像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活跃，那么的像有种好像在绽放很盛开的感觉，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透过这些花束，我会觉得就是嗯，你很难再回到这么开心的状态，就是我会有种感觉，因为你的伤口或是过去被人家影响的，当你可能这个的状态会，有一种好像不再正在最美好的时光，你好像已经远离了这个最美好的时刻，这样子。那我们再看看，再抽到另外一张牌是这个心灵之家山楂的一张牌。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伤口的问题呢？首先呢，山楂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它的意思啊，就是它就是说，它的主要讯息在这个牌里面，就是说你要强化你的心灵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三加它是代表内在的连接，它是维系就是这个灵性的领域跟物质世界的桥梁。OK，就是说你本来其实就是，为什么是桥梁？就是说你可能本来以前可能是神明啊，或是你本来是灵性很高的一个人，只是因为你现在来的凡间，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会觉得，哎，你做法很奇怪，你的想法很奇怪，因为你已经进化了，其实你早就已经想得比人家快，或是你以前已经开悟了，你的灵性是高的。那你灵性很高，跟那些可能还没开悟的人讲话，人家就觉得你很奇怪，其实不是你的问题，OK？那你为什么需要山楂？它就好像这个就是你，你就在填。那些人是很物质、很社会化的，就是D，他就好像在这样中间连接起来，把你们好像让你们拉到一个比较对等的地方，这样子。那就是说，因为其实世界上现在有很多地方失去了灵性，那而你是一个灵性很好的人，可是就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原来其实我是灵性是有被开启的，可能来的时候你的灵性是处于比较高的位置。那因为你发现自己跟这个大地啊，或是这个你可能跟自己的家，或是跟身边的人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才因为这些不同，而导致到你有很多的过去的创伤，或是被人家怀疑、被人家误会，觉得你很怪。OK，就好像我曾经就是有听过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因为他小时候是看得见鬼的小时候他都很容易被家里的人觉得他讨厌，觉得他好像会带来不好的运气这样子，觉得他这个他是生在这个什么阴年阴月阴时这样子就觉得他这个命不好这样子，他就受到很多的霸凌甚至家人也会可能去讨厌他之类的。那我会有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朋友，其实可能因为一些你的特别的能力，所以导致到可能你的身边的人去不认可你，所以才会导致到你好像没有办法去相信自己是厉害的其实这是好的，所以才会导致到你有很多过去的创伤跟这个的阴影所存在，让你不敢相信灵性，或是你会觉得这些太虚无了好像你如果在信这些会跟那些人更加不搭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敢相信。那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跟修正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那我刚刚就是说，那个神谕卡里面就有一个叫问题嘛，那我就将答案卡也做成小卡片，先抽给大家一些指引这样子。那如果你们呢，我们就抽到这个
放下对未来的恐惧，未来无限的可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都很容易会对于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恐惧，因为我们会担心啊，会不会发生什么状况啊？如果我做这个策划，如果遇到假设我就是做一个策划是可能我要办一个活动，那我们就说啊，如果我办了没有人来怎么办？可能如果我做了这个东西之后怎么样会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事情都还没发生，你就会预设这个事情有可能这样做，然后你对未来的恐惧，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都是偏向比较担心或者负面的状态。OK，为什么你会容易担心跟负面？是因为你过去就有一些创伤跟阴影啊，你会觉得是很容易，可能会不会再重蹈覆辙，东西会不会再一次发生？会不会你在如果今天我相信显化，是不是等一下人家会在抨击我说你又在那里想那些不对的事情啊，你那时又在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啊，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在做个东西又会重复过去发生的事情？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愿意学会放下你对未来的未知恐惧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的因为我说过，一定是往不好的发生，不能往更好，甚至乎变得更美的方向发生吗？对不对？就好像这一束花很鲜艳的绽放，难道你不想回到那个时候，或是你不想达到这个成果吗？好了，那我们呢，再怎么样可以调整的收整呢？那爱思雪人就给个几个话想跟你讲的。好，首先他说我觉得跟这个很搭。第一句，他说让你余下的生命成为你最好的生命，那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有点像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叫做活在当下。我们会想很多未来要怎样我们以后有什么规划有什么想法可能我有什么3年计划、5年计划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就应该过好就是现在这一刻，没有人知道3年会发生什么事情，5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像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对不对？可能我本来订好机票，打算下个月去旅行结果一个炮弹打过来，旅行不用去了，还要想办法去逃难，对不对？那你不如好好的去享受这一刻，把这一刻成为你人生中最好的时刻，把每一刻都过出你想要的样子，这个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再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未来是没办法掌握的，你为什么不先掌握你的当下？那你好好的去把握当下，自然你就不会一直在担心或者去思考很多未来的问题。然后呢，他说你只要去看你的后面的过去，你只要看你走了多远。很多时候我知道你的创伤是阴影，就是一定是跟你过去有关。可是爱是人说，当你回头看了之后，只要去看到底你距离你的梦想你已经走了多远。好像你今天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过去的经历就是为了帮助你成功那你只要看我现在已经距离我以前的我已经离开了那个人多久了，我已经有进步了多少，你只要看这个就好了，不要再去 focus， 就是去专注于那些不好的事情或者一些痛苦的经历，只要看你已经成功度过，你已经成功的去度过那些时刻也扛过来了。然后他说这里其实你如果走多远，就是你在用心再走多一些，做多一些其实就不会有交通的阻石。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怕多做一些多走一些是怕前面会出问题嘛，对不对？但其实他告诉你，其实做多一些不会让你带来麻烦，也不会让你感觉到有问题。他是鼓励你多行动多做，不要担心太多，就可以帮助你去面对你的过去的创伤跟阴影。因为当你有更多的体验的时候，你就自然可以覆盖了那些失败的体验。因为同一件事情，你第一次做不行，不等于我第二次做也不行那如果你第二次做成功了，是不是就可以覆盖了你之前对于这个失败的经历跟恐惧呢？好了，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样的调整跟修正呢？好，爱思人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去冒险。而且你要看到更高的视野。冒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做或是往前走吧，去尝试去做一些你从来都不做的决定，或是做一些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只要你愿意去踏出去，你就在走了。
然后他说更高的视野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些伤口创伤，会看到他的痛苦。可是如果你可能把它拉高一点，可能你本来3年前觉得这个经历是很不好，可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不好的经历，开发一些新的可能，开发一些新的机会。好像我有一个个案，他本来想申请去美国，结果呢被拒绝。可是因为他是有动到去美国这个概念，他才会想离开他的原生的国家，这样子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后面呢，他就去了这个日本去做他的工作，然后在日本定居。可是呢，后面就发现好像日本不是他最理想的地方，他要换了去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德国。可是如果你从那个经历，你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就是他不是一下子就去了他最理想的国家，他本来想去美国被拒绝，又去了日本，去了日本之后，后面又要再改其他国家，好像浪费好几年的时间。可是其实他后面发现，如果没有一开始的起心动念被拒绝，他都不会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体验，然后又发现他最喜欢的其实是什么。因为过去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出国，也没有想过去别的地方长期的居住，甚至乎移民。就是透过这个经历，他才会慢慢知道原来怎么样的生活是适合我的，怎么样的东西是适合我的。如果你愿意从更高的角度去看你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本来是痛苦的经历，你都会看出是一朵花。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些人，你没有到今天可能那么坚强，那么的特别的你的发生啊，或是你就很知道原来其实他们是被什么蒙蔽了，其实他们没有开悟而已，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生活经历对你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只是未来带来创伤跟阴影这样子。那我们呢会接下来看看，我们说了这么久了关于显化，那其实你的愿望是跟什么样有关的呢？好，第一章，第一章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啦，就是说一个叫做一个对齐的状态。我会觉得就是说，它就代表太阳核心对整齐的一个轨迹的状态。那我会觉得就是你的愿望是跟你的人生追求的事情是对齐的，就是说可能假设你的人生你是希望让变成知名的像我射手座，可能就是觉得人生，我觉得就是可以传播一些高知识的这些深奥的知识，是可能是我的人生追求。可能你的追求就会跟你的太阳星座可能是有关系可能你希望，如果是狮子座，可能我希望可以变得有名气啊，变得比较受人尊敬啊，或是变成一个比较让人家会敬仰的人啊。你的愿望可能就是跟你的人生使命，或是你人生中就想追求的东西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就是你很早都想做，而且你很多时候其实都有这种心心念念的感觉，要做好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的愿望也是一个比较，我会觉得因为这个心啦，这个Planets of Venus 也是代表一种智慧的力量，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你喜欢的这个愿望其实是有点深奥或者有点水平的，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我想完成这种东西，可能是跟智慧有关系，或者是可能真的是跟灵性相关，或是一种比较深奥，一般人不太能懂的愿望，比较特别的。因为我觉得这3张牌都给我有一种很大的驱动力，都是一种比较高阶的。我觉得你的愿望可能不一定是光赚钱那种东西，可能你想要透过帮助别人怎么样这样子比较远大的理想去达到的。当然有可能是两者兼得，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力量去赚钱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好好的去让我自己生活富足这样子。可是你还是有一个很宏大的理念在背后。因为我们后面看到这个水星，可能你的愿望是跟一些讯息传播有关，然后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有关，而且是有一种智慧的力量。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你想的东西都是想的比较远的、比较透彻、比较有智慧的部分。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对了，这个 OK。我们看到小偷，当然我不会说你的愿望是跟小偷有关，是什么意思？是说，我觉得有种给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种警恶情奸，就是好像你想做一些很正义的事情，就是你好想去把这些罪恶不好的事情给打败
或是可能你想做的愿望就是去根治可能一些病态的事情啊，可能觉得社会这个风气不好，你的愿望可能啊，甚至乎你可能想做律师，想做警察，或是想做一些怎么样去让这个社会恢复秩序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讯息啦，我刚刚觉得就跟这个讯息你看都是一样的字，就是你可能是很想去传播一些讯息，你的愿望可能是想把什么的理念传扬开去，或是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观念跟想法这样子的愿望。好了，那我们知道你的愿望之后呢，那我们就一定想知道，会不会显化，会不会成真？那其实呢，我们这个主题呢，其实3个月之内是有可能成真的，只要你好好听刚刚的指令，还有最后24人跟你说怎么样才可以显化成功的建议。好，首先我们抽到这2张呢，首先是这个魔法的蛮户，他说：“请你鼓起勇气，相信你的未来吧。你要勇敢的去踏入这种未知的世界。虽然你不知道些什么，可是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在前面等着你。大步的踏前吧，不要向后走。”我觉得跟我们前面刚刚讲的是一模一样的。OK， 就是等于来说，其实这个魔法的门已经给你打开了，你就打开走进去，不要回想那么多，不要想这么多的事情，反正怎么走一定会成功。勇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希望。他说，希望其实一直都存在，就算我们看不见。你越乐观、越积极的去预设未来，去期盼未来，是可以帮助改善你现在的负面的状况，去到一个正向的状况。所以你要相信前面一定是美好，就算你现在觉得自己好像运气有点差，怎么样都好。你一定要正向，相信自己有能力、有可能的，因为这个门已经打开了，勇敢走，不要想，你的愿望就会显化成功，一定会走得到那个目的地，保持希望。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谢女神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个 acceptance， 还有 turn away。首先这个呢，我会觉得就是接受的意思。这个接受是什么了？接受自己的过去。接受可能曾经的你，没有过去的你就没有今天的你，所以你不要觉得以前的东西好糟糕，我想抹掉，我不想回头再看，我不想怎么样。只要你愿意真正去接纳你自己，接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接纳你是一个有什么样才华的人，你才会真真正正的去成为一个成功的你。所以呢，你如果想建立足够的自信，请你好好的去接受你自己。接下来这个就是向后看的意思啊 ，turn away。可是这个向后看不是要你看到不好的，而是你要向后看，看到到底你以往做了些什么厉害的东西。可能我在这么难的环境我都能撑过来，或者我在这么多人独排众议，我还是坚持走我自己的路。你要去看看，就是你看看你已经走了多远了，我已经做了多少的事情啊，我已经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去看到自己可能曾经的失败、曾经的不勇敢这些东西。我们要去鼓励自己，或者为你自己过去的努力而鼓掌，好好的去重新检视你的过去。然后我们再抽到的牌就是这个，在完美的爱中休息，了解一，然后显化你的梦想。首先，这个白光之前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就算现在觉得过去的事情可能对你造成创伤，没关系，好好的休息，你一定会可以好好的从这个茧蜕变成蝴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总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想象，我怎么可能会变成蝴蝶了？我只是一只毛毛虫。可是其实这些经历就是一直去给养分，去驱化你成长，驱化你越来越蜕变成功。所以你可以在爱里面休息，好好的去相信宇宙给你很多的能量，很多的爱，怎么样去让你变化成为显化大师，或是你的愿望成真这样子。最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显化你的梦想，聚焦在你的愿景，寻求满足和知足感。就是你不要一直觉得自己的梦想很遥远啊，我以后想买一个超大的房子给我自己，或者我想有什么有个名车，有什么的好的东西，我要去哪里旅游，不要担心，要相信，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一步一步达成的，你会越来越过上好的生活。
你要对自己这个愿景啊，未来带来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可能，你才会一步一步可以走上去。最后，这是人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好，第一个是离开。他说远离这个不健康的状况，并享受因此开启的新机缘。那你看又是蝴蝶了，所以你要离开这个出国的地方。假设你以前的家人也好，或是你的朋友也好，都是在阻碍你的，那没关系啊，你可以离开这个圈子啊。你不要再被他们所荼毒，或是他们的东西感觉你不好，否定你的，那你就离开吧。说不定你离开了之后，你自然就会发现，其实你是很好的，你的想法是对的。多找一些跟自己频率是对的人在一起，不要在那些不对的频率在泡了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减上你自己的个人特色，就是又是一只蝴蝶哦，很有趣哦。我们看到很多蝴蝶，就是你要允许你真实的自己去展露那个风采，因为你是很棒的。所以你要相信，其实你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很聪明的一个人。不要再为这些曾经可能别人无知的嘲讽啊，或是一些过去的一些伤害啊，影响到今天的你，会化成美丽的蝴蝶。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去抓住这个想法，去让你成功显化你的愿望的。那我非常是感谢你今天的收看啊，我也祝福你可以成功显化你的愿望。那如果你就是真的有什么的看完这个有什么的想法啊，或者真的显化成功了什么东西啊，我也非常感谢，希望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喜悦。那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可以下次见，拜拜。好了，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我们第3组的选项，就是这个啦。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只需要调整这一个念头，那未来3个月你最想要显化的愿望会成真吗？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第3组的选牌主牌。我们要看的就是，其实你对于显化是相信吗？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呢，就有点有趣，因为我们看到是一只魔鬼。OK。那为什么你对显化的相信我们会看到是魔鬼呢？在魔鬼呢，其实就是在童话世界故事里面呢，其实魔鬼就是有种像是一种诱惑。OK， 可能就是你跟他做一个交易，他会马上让你一些愿望成真，只是你后面可能会跟他交换了一些东西，你就失去了一些东西这样子。例如，好像在美人鱼里面，就是他用他的声音换了一双脚，让他可以去陆地上面生活，见到他的王子这样子，好像一种交换的条件的感觉。那你如果问我呢，这个你相信吗？我会觉得你应该不太相信，因为首先就是他有种就是说，你可能是比较相信那种马上获得的东西，或是可能你会期望的东西是很容易得到的，你会比较倾向一些很实际、很马上发现的那种东西。就是你对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你的信任度，我觉得是不太相信啊。或者其实你的细节或者你的理念里面，可能你只是想知道，什么样东西可以让我快速的获得我想要的，快速的让我发财，或者快速的让我去找到我理想的对象。就是你可能是比较看重可能如果说如果你要显化，首先要收一下身心灵啊，你可能不太感冒，可能你宁可可能去拜拜呀，怎么样希望神明快点给你财富给你想要的东西可能这样的东西反而更吸引你这样子。OK， 那如果你对显化不太信任，我们接下来会再看一组塔罗牌，看看到底你对显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好，真的很特别。我今天这几组牌的选项，大家都是就是不太相信的这个显化，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3张塔罗牌里面，这2张是在逆位，这一张在正位。OK， 那这个塔罗牌呢，这一张就是权杖7的正位这样子，然后这2张就是这个的力量的逆位，再跟这个就是权杖骑士的逆位这样子。首先，权杖7的逆位，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应该有曾经一段时间是有努力过去让自己去相信的。因为它是代表一种行动力嘛，权杖，而且他有种，你看图中这个人，他的腹肌都出来了，很认真的去对抗，很认真的去打，或者去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你曾经也有很努力的去相信啊，或者甚至不可能很认真的去写你的愿望啊，去做这些事情啊。我觉得你有下过一些努力，或是有做过一些东西去做的。可是问题是你的力量没在。你看你的那个狮子，你很想去掰开它的口，OK，你看它很瘦，它又想把你吃掉了，我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就好像这种无能为力啊。我已经很努力啦，东西都没出来，我都没东西吃，我都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样子，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种很苦，或者有一种无能为力，就是做了很多却得不到理想的感觉。就是你的力量现在是缺乏力量的。就是你看，如果真会的话，很开心，他很乖，OK，或者是很壮啊，一切都很好。现在的逆位的力量就好像等于好像有种拉不动，做不了，很痛苦的拉扯，而且就是你跟这个能量好像两个有种不相对立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好像我很努力，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好像宇宙你许什么愿就不来什么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权杖骑士的逆位。那权杖，刚刚我说权杖是行动力嘛，对不对？你现在的话，你是没有任何冲动想往前冲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也不想去有什么的开天辟地啊，或者往前跑得很快啊。因为本来呢，他正位是他很认真的往前看，很认真的往前冲。你现在你看你的马都是一种很无奈的表情，就是我们往哪里走，我们该往哪个方向才对？到底我们应该去哪里呢？所以整个下来的感觉就是说，你现在有种迷失的方向，或是你去显化这个东西，是很多的怀疑跟不知道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需要调整什么样的念头，去可以让你显化的更快啊，更成功啊这样子。那这个的手写卡呢，是因为我在筹备一套就是显化疗愈神谕卡，因为它还没正式的印刷这样子，只是我把一些概念先做成手写的卡片，先抽帮大家解决那个问题这样子。那大家可以试一下看看准不准。那如果我抽出来呢，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就是你没有彻底的去了解有关的情况，导致到有些思考盲点的出现。那这个想法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好像我刚刚说嘛，你可能有做过一些努力去学简化，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有可能就是说，你只是学到一半，你没有学完整，或是你没有去透彻的了解，为什么你明明许愿想做 A 的结果出的是 B，或是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B 呢？宇宙想带你去哪里呢？可能你没有完全去了解到底这些东西的用意是什么。或是你过去的经历给你的是什么，导致到如果我一直都做出来都达不到效果，我自然都会怀疑啊，我自然都会不相信啊，我自然不相信效果，自然就打折扣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你的思维的角度啊，或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啊，有可能你没有去完全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会导致到这个局面的发现，或是这个东西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你这个东西？那这个念头呢，还会有什么东西去再检视一下，到底这个了解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好 ，OK，我们看到这个 cross，就是说其实有点像，就是你有一些的我们说这种魔法的力量啊，可能你曾经觉得我去做了什么法术啊，做了什么东西，可能就会有好的效果，结果发现没有，还搞砸了，或者更麻烦了，导致到你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对于这些灵性的东西，或是你觉得这些都不可信的，这些都是骗人的这样子，因为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真实的意义，或是你是一知半解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有种就是我们这个是沉默，就是有个你好像封闭了自己啊，好像一个石头的墙去把自己躲起来呀。因为我会觉得，只要你遇到一些负面的状态，或是不如你所愿的，你就会选择不面对，有点像这样吧。我反正觉得不可信，不知道这样子，你就会把自己躲起来，你不会再去好好思考到底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或是为什么宇宙要给我这些东西。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个状况。
好，我们再看看到底就是你需要调整这个念头，其实还有是什么的状况呢？首先呢，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这个权杖九。哦，这个权杖九有点有趣，为什么呢？你看到很多只，它的权杖是很多只动物的脚。OK，那在这副塔罗牌里面呢，权杖九的意思就是说，嗯。OK，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你有没有去接地？OK，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这些动物啊，它后面不是有一堆陆地上的动物的脚都很长吗？就是说，其实就等于，你现在可能就是像地下的东西。那今天我刚刚说你没有了解那个情况吧？可能神明是有些意思，你是没有完全理解。或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没有理解到完全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才会导致到你觉得没有给对。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我是个案遇到的例子吧。他是一个台湾的学生，那我有时候都会举他当例子，因为他这个例子比较一般人都会有机会遇到。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呢去庙里面就会做一个东西，就是丢2块红色半月形的东西，他们叫做圣杯这个东西。那就去问神明问题啊，你会看到在庙里面很多人都会跪着去拜拜啊，然后就会边问问题，然后就丢下去这样子。OK，那如果就是一正一反的话，这个就是圣杯这样子。那他就有去问过一个问题，就说请问一下观音菩萨，我应该去做这个工作吗？这样子。他问到圣杯那就很开心的说好好 OK，我没问题，那我就去做。他就觉得神明都叫我去做，但这个工作一定是好的啦 OK，那他就去做了。结果呢，他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呢，发现这个工作就是不是他想象中那么样，就是他觉得加班很多而且他说就是虽然这个工作工资高一点，可是他工作的时长比以前更多，算下来他觉得比以前更累。OK，他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神明要我做这个工作，或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观音菩萨叫他去做这样子，答应这个工作。那慢慢的开始，他会怀疑到底是不是我求错呢？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不虔诚，或是什么原因导致到我明明听了，却好像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可是呢，我就那时候就跟他解释说，因为观音菩萨其实那个时候说可以做这个工作，是说，因为这个工作你做个2年之后，可能你就会可以调派到一个你想要的岗位。OK，那可是你现在不是只做了1年都不到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这个升迁的机会比你过去的工作大？或是你比较会有机会去到一个你理想中的 level 那个高度呢？他后面就说对，我没有思考过这个位置，我只是当下就是感觉到好像他跟我讲的就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我说，那你想的有直接问吗？你不是只是问他要不要做而已吗？你有问他我做这个工作会轻松一点吗？我做这个工作会是比较适合我，可以调整我的作息时间吗？因为他是觉得时间很长嘛。那你有用这个出发去问吗？他说没有，我只是问要不要去做而已。对啊，但是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你不能说观音，只是你没有去理解他说好的意思是在什么了。那这一张牌就是说，神明可能给出一些意思，或是你过去的经历是给出你一些意思，可是你没有彻底的去了解你的状况，你没有办法这种那种天人合一，就是你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具体的讯息是什么，你没有彻底去了解，所以就没办法接到地下的你，这个天是不同的 OK 这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说，你有你自己，这个是公平。如果这个公平来说，就是我觉得你是信有种给我的感觉，这张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我们看到很大的脸，你会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神明，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是有它的规律的。有时候你是没有了解清楚，但你这个规律是什么？你是归咎于好像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对，所以你就会有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有规律，可是你没办法搞清楚，你就只有挂一下，可能我命不好
你就想一些你能想出来的理由吧，先去解析你的想法嘛。所以你就变得好像没了的状况，就好像觉得，为什么那些人可以赚那么多钱？哦，没办法，可能人家命比较好啊，他比较会投胎呀。你就用一个你觉得可以解析的方法去解析这些，可能其实不对的，OK？可是你就会先去解析，去让自己安心，让自己可以过下去吧，这是你可以比较能解释出来的。所以你这边的就是好像没有彻底的去了解整个状况，你就先下了一些定论，你相信可能其实神明是有它的道理的，可是你不去完全的去了解所谓的神明的道理是什么，你就只好我先信，我就这样走我自己要走的路了，我没办法，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就会导致到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念头。那好了，那我们再会看看哦，你这个念头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有趣的牌。第一张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迷宫。迷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有种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因为你躲在里面，你当然没办法看到整个。如果人走在迷宫里面，你是没有办法看到整个迷宫长什么样，所以你都迷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这个念头，就是说你可能真的是只有观察到一个部分。每一次只要你遇到你的阻碍，它都成为阻碍你了解真实状况的部分。就是只要我遇到不顺的，或是遇到跟我求的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准。那你都一直在拐弯，一直在拐弯，越拐就越深，越深就是越看不到这条路该怎么走。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女生，女生呢其实就是在雷诺曼卡里面呢，就是一种感情的存在呀，或是可能一个对象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的不承认也在这种感情关系是有关系的，就可能你过去的爱情或这种感情状况，让你会觉得有一种对于这种显化这种东西出现的一种盲点，或是你透过一些感情的状况，你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的状况。然后导致到出现问题，所以这会去影响到因为你的一些感情不顺啊，或是一些感情上的一些波折啊，去让你增加了这种思考的盲点。就后面呢，很有趣的是，你看哦，就是因为他刚好是一男一女，就是这个男的女生，就是他说很近的去看，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很像，就是你看东西看太近了。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下指摸象那个象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只摸到象鼻，一个人只摸到象的耳朵，一个人只摸到那个大象的腿，所以他们长出来的都觉得是4种不一样的动物，可是其实他们是动物不同的部分而已。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在看你的感情世界，特别是感情，我觉得你可能只有看到一部分的故事，你只有看到一部分的状态，OK，你就觉得是怎么样，可是你没有去宏观一点、扩大一点去看，就是为什么你会有盲点？当你没有全盘的去看啊，或是去好好去了解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的过去的经历，才会导致到你很习惯没有了解情况就去做这样子。好了，我们接下来还会看看为什么你会容易没有彻底了解这个情况呢？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香草了，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马鞭草。那马鞭草的话呢，它这个的代表就是迎接神奇的魔法。那我们先看看，就是说，其实呢，马鞭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药材呢？就是它是一个力量很大的药材，有神奇的力量。重点是，就是说，你喝一口，它会很提神，有很神奇的力量。可是喝太多，你会觉得胃很难受，好像有种晕车的状态。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没有了解情况呢？就是有时候你力度过多。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你的灵性跟迷信，OK，说一个人很迷信，跟他很有灵性，可能只是一线之差，OK，如果你今天可能选择性相信，这种我会叫迷信，OK，
那如果你今天愿意全部都相信，不管好的不好的，我会觉得你有智慧去了解，有去好好的去想这个事情，就叫做灵性开启。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的现在就是有种，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有时候你会，太过迷信吧。我会觉得，我有一个个案啊，他就是曾经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我去帮他突破一些想法的问题啊，就是我会发现，就是说，他可能你问我他相不相信神明，我觉得他相信啊，他甚至乎都会把神明的像放在自己家里去供奉啊，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他会很容易，就是说，他每一样事情，他都会去求神问卜，去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去集一下，刚刚看神明给你什么东西。可是他就会觉得，明明跟着做，又好像不是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导致他每一次只要遇到这些东西，他就会觉得是不是我问错，是不是神明其实觉得我不配这样子啊？那问题就是说他的过度太多。我说你为什么每样都有问？难道你自己没有一些想法吗？好了，当你有想法，能不能清晰的去问？OK，就好像我刚说选工作的问题，你是想用什么的角度去问神明呢？你是希望有美好的升级的前进，就是进心，可能到下一个阶梯，或是可能比较就是可以让你有提升的经验啊，这个方面去问啊，还是在财务方面去问啊，还是什么样的角度去选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会不会去多方面的去思考一下，你问题会不会有问，就是你问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的盲点，或者其实有没有问清楚、问全面，才会导致到可能你的沟通是有问题，或是你所接受的讯息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好好去从不同的角度，要想清楚自己的问题呀、你想知道的事情啊，会不会有盲点？其实是你表达不清晰，才导致到你接受了错误的讯息，或是你没有了解那个讯息给你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呢，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修正跟调整呢？那也一样，那我就用那个显化疗愈神谕卡的一个那个答案的解决方案，那里就手写了一些牌去抽给他，看看给一个指引。好，那这一组抽到的答案就是解析的方案，就是这个念头啊，你要改变的念头就是你要变成做就对了，行动比计划重要。有很多时候啊，可能你是过多的思考，你可能一直在思考，可能为什么我说做就对？就是如果今天你愿意，好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今天愿意做工作，做到2年，做到3年再看看，而不是做到几个月，做了1年你就想放弃，因为觉得不如你所愿，那可能你就会看到神明最后的答案，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个东西？因为你就是没办法去坚定的相信，去好好的做下去，你根本就还没看到最后的结局。OK，就等于你在迷宫嘛，对不对？可能你走到一半你就想放弃了，可能你再走30分钟你就走到出口了。那问题就是说，哎，你可能一直都觉得好像我看不到前面，我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计划，不符合我的想法，我就停，我就不做了。那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的，那你先做，不要思考那么多，不要想这个是不是对的。如果你既然都去问，你既然都知道，先做，不要怀疑。如果你愿意好好的相信，而不是选择性的相信。OK，有时候有些东西不是马上就见效，因为我觉得跟这个主牌是对应的。主牌的那个就是说，你要很快速的得到一些的满足，你才会觉得是对的路，或者你很快就获得利益，你才会相信这个是正确的答案。那问题就是说，有些东西不是这么快就有答案的，或是你可能你想要的最终的那个成就是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堆叠的。所以你就是要调整，就是你要变成做就对了这样子。好了，我们再看看这只女神有什么的建议。我觉得跟刚刚讲的都很像。首先第一个呢，他就说钻石其实本来就是煤矿的一种，它只是因为什么它会变成钻石，就是因为它有好好的被压力压到它变成钻石。OK，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好好去经过一些磨练？你有没有这样自己好好的走完这一条路？
而不是先走了一半就想放弃，就觉得不可能了。然后呢，他就说成功首先你要喜爱你自己，喜爱你做些什么，喜爱你怎么样去做 ，OK。所以你要对自己做的东西要有热爱，或是你要相信你做事情是对的，而不是做这个就讨厌这个 ，OK。本来想去做餐饮的，做完餐饮就觉得餐饮不好，本来想做然后想去做服务业的，又觉得服务业很累，就是不是一直在闲，而是要看到你想成功，可能要有耐心，好好看到这一个东西最后的目的地是什么，而不是只求那种很短暂的利益啊，或是好处。然后他就说，不要让你自己的恐惧还有这个失去超过你对于胜利的那个兴奋度。那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你可能说，哎，我做了这个是不是浪费时间呢？我做了这个是不是浪费了我的人生，或是我是不是就失去了我可以做其他东西的可能呢？有可能你做着做着就走到你的目的地了，可是你一直在担心你的失去，担心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要好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未来，或是你对于你的人生是怎么规划的，不要总是去害怕吃亏啊，害怕失败啊，这样子。好了，我们会再看看你还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跟修正呢？好，这一组我觉得你的显化可能真的可能跟爱情应该有些关系。首先，你要寻觅你的生命之美，OK？到底你的人生在追求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被欣赏？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被大家去了解的？OK？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绽放的？我会这样说。然后要学会接受爱，学会接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要好好爱自己，还有要让相信爱这个事情吧。这个爱很特别，它是一棵树。其实在我的认识里面呢，就是大地之母盖亚，其实一直都有在给能量去帮助大家去调整，让大家去显化的力更强。那你有没有相信，其实神明一直都很爱你，或是你一直都被这个地球的能量给爱着？所以你要去好好的去了解这一块，让自己有更多的爱接收，感觉自己其实是被眷顾的。好了，我们会看看，我们接下来想知道的就是，其实你许了的愿望，其实会跟什么样的有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不过因为是大众占卜，所以就可能会对应到不同人的能量，所以有可能有几种的这样子。这一组的许愿比较特别哦。首先，第一是这个养育这个谷神星，OK，谷物的谷。那它就是代表就是说被喂养啊，被照顾啊这样子。可能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有成就，我会觉得为什么呢？就会它是收割一些谷物啊，好像有成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的愿望可能是希望什么丰收什么的有什么东西成功了，可以让你觉得很自在，或是你可以好好的去让你好好的去过生活，你可以好好的去滋养你自己的愿望。然后接下来这个有点有趣的，这个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四分相。四分相来说就是这种冲突的相位。那接下来因为另外那个呢，这两个都是那种比较不舒服的状态。那你的愿望可能你是想透过一些冲击变得更强大，透过一些的，就是你可能是希望经过一些挑战，你可以冲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我们虽然说这个比较不舒服，可是其实如果在相位来说，你是冲突相位的话，可能比起顺畅相位更加如果你能成功突破的话，你的才华、你的能力可能会变更大。所以可能你的心愿可能是希望可以怎么样蜕变啊，更成功啊，更强大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叫弱势的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可能有些是我们刚刚说顺畅嘛，对不对？可能有些地方如果在那个落线的位置我们形声来说，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能量，可是它用的方式会比较迂回，就是会走一些弯路去展现出来，可是它一样很有力量。那就是说你的愿望呢，我会觉得你可能用的方式是比较迂回的，可是你是想做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你会选择可能比较用忍让一点的方式，或者低调一点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你的愿望一点都不少，我会觉得，因为也是一个很强力的力量，只是你可能相对来说表现会比较低调，比较隐晦一点。我们再看看，其实你的愿望是跟什么有关？看得出来不简单。第一啦，我觉得跟刚刚会对应得到，就是你的家庭有关，可能你想买一栋很舒服的大房子啊，或是可能你希望一家人住得很舒适，住得很开心的感觉。你的愿望可能是买一个可能有花园啊，或是可能就是有多大的一个房间，布置得很轻松很舒服。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没有预期的收入，OK 是什么意思呢？好像突然有人送你一笔钱，有一笔很大的财富掉下来的感觉。我觉得跟你的主盘很大，就是你希望可能突然暴富，而且可能已经不一定是中彩票，反正就是一种你不用努力就得到的东西了。我会这样说，就是你的愿望会跟这种有关。那怎么样才可以显化成功呢？那如果你真的想这些东西成功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先考虑能不能做到爱思学人生建议。首先，第一章我们叫做纯净你的意图。这个显化天使啊，它其实会帮助你怎么去许愿，许得更聪明的。他说你要显化就是你内心最想要的东西，才会可以让你的显化更加成功。有时候呢，我们会想说，我追求这些东西，那是不是真心想追求？有时候就是假设你想买一个大的家，是因为你想一家人过得开心。那其实过得开心有很多样的方法啊，你是不是可以再做更多的其他东西呢？可能一起去旅行啊，或是可能就是可能你多跟家人交流啊，多一些关心，可能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也要找清楚自己真实的意图，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达成呢？你可以再想清楚自己真心想完成的东西是什么，或是你花了很多钱，其实目的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有其他更多的方法去达成那个目的呢？但我觉得也可以有机会得到很多钱啊，只是到底你要那个钱要想清楚，那个钱是要用来干嘛的？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观的觉得要有钱才能做到一些东西，可是我的过去的经验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要用到钱。例如，我曾经有一个客户跟我说，他想买一套房子，多少平的，怎么样？结果呢，就是他是家里刚好有人想做一些投资，然后呢就买了那个房子搬过来租给他，结果他也成功得到了那个东西，就是他也享受了那个生活，只是他不是拥有那栋房子而已。可是其实在他的角度，拥有那栋房子不是最重要，只有那个像他理想中的居所比较重要啊。那所以他就觉得也算是他的显化成功啊，只是我们有时候去框住了我们可以显化的可能性而已。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从你到外的闪亮出来，你要相信你的内在是有能力的，你要相信你的自己，你相信你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达到你的愿望成真，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配啊，是不是值得啊，这样子。好了，然后呢，第二个忠告就是说，这个我们叫做魔法奇迹，OK，你要相信有奇迹。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这些愿望太不可思议了，会发生吗？爱是告诉你，奇迹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你相信。你不相信，什么都不可能。然后就要你内心的等待。我觉得等待这个东西是很不容易做的，因为对于你来说，你是很希望马上就看到效果，很快就看到结果。可是你要学会就是培养内心。在我自己的显化的过程中，我觉得耐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今天你愿意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到来，那你就必须要培养足够的耐心，去愿意相信，去等待这个奇迹的发生。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建议就是说，你要沐浴在宇宙之爱，好好的去吸收智慧。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能只是了解到神明的意思，或是这个宇宙给你的意思一时半点而已。好好的去相信这个宇宙是爱你的，怎么去接受这些给你的能量，给你的智慧。然后呢，就是你要相信你的灵魂是独一无二的，你要多做一些让你感觉到舒服、美好的事物，因为在你做这个东西的过程之中，
其实你会慢慢的去感觉到，我的频率提高，我的自然显化的力量就会增加。最后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第一个就是新的事业，就是说你其实已经在前往一个新的很正向的、很成功的方向，所以你可能在做一些新的项目啊，新的可能不一定是要换工作了。我觉得任何新的可能性，好好的去把握，不要先看短线的利益，多看一下未来。OK，放远一点。OK，或是先做就对了，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可能，说不定走着走着你遇到更多的机会。接下来最后一张是儿童，就是为什么是说儿童呢？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不一定是指你自己的小孩，有可能就是你的内在小孩。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刚说那个纯净的意图，有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你从小到大都想完成的，你都很想做的，找出这些东西，让你自己能成功完成，会增加你的自信，增加你对自己灵性的信任，跟你显化力量的信任。好好的去想清楚，其实你想做些什么，这会对你显化有帮助。那我希望呢，就是你看了这个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掌握这个显化的这个秘密，然后呢，去知道怎么样做最快帮助到你。也希望你可以觉得谢谢女神的建议有用。如果你真的能显化成功的话，是你有什么觉得好像有达到，就是回答到一些你的疑问啊，我也很希望你在我们的下方的资讯栏去跟我分享这样子。那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看了我这支影片，感谢大家，拜拜。